这栋大楼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。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刘晓，想想玲玲，如果你这么做了，你和玲玲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你对她很重要，她对你也很重要。去把玲玲找来。是。你要想什么花招？别激动，你想想我说的话。我要见玲玲。我已经派人去叫了，她马上就来。 抓住他！刘翔，你还是自首吧，自首了咱们还有希望。玲玲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你还是找别人好好过日子吧。我错了，刘翔，我再也不逼你买房子了。没房子咱们可以租房子，什么都不重要，我只要和你在一起。 刘翔，只要你肯自首，我会一直等你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刘翔，刘翔，你要是不肯回头，我就从这跳下去！不要！你不要！ 探长，探长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目前最重要的线索就这么没了。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展览馆严防死守，确保展览安全。 这件展品做工非常精美，大家来仔细看一下。这是战国时期的。探长哥，你怎么才来？你管我？谁来管？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何晓死了。我需要你把这名单上的人都监视起来，1分钟都不能耽误。 探长，包大哥，我刚看到孟非在2号厅放下一个小包，人就不见了。什么？这边。去查一下再说。是。 只要我们守在门口，就会万无一失。No， 必须关闭珍宝室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对，必须马上关闭珍宝室，你的地位靠不住，关门要关闭。不要！这么干是一个天大的错误。 站
干嘛这么拿枪指着我？别动，靠起来。是。就因为这个唐子婉吗？别走，走。公孙探长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真的是无辜的。喂，搞什么鬼？为什么停电了？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我们博物馆有自己的发电机，马上就能发电。老王，来，把他押回警局。是。刚才真是虚惊一场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我看不是虚惊一场，应该是震惊才对。什么意思？季老，我们还是打开珍宝室看看情况吧。好。Oh my god！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显示部长，季老，快！季老！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？别告诉我你彻底傻了。你早就料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当罪恶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最好睁大眼睛。我给你那张名单上的人，全部都要控制起来，一个都不能离开博物馆。快！一断电，所有的传感器都立即失灵。可盗贼是怎么进入这间密不透风的珍宝室的呢？还能带着宝物顺利脱身？进入密室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在它没有成为密室之前。不懂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窃贼进入珍宝室的时间是昨天，而不是今天。来看看吧，这个大钟好像有些奥秘啊。这个大小，能藏一个小孩。这里面藏的应该不是小孩，而是那天逃跑的侏儒。侏儒？理论上是可以，但是这不太可能啊。反正我没法相信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巧克力。这个大钟从进入珍宝室到现在应该有20几个小时。那个侏儒呢，就藏在这里，靠吃巧克力来维持自己的体力，直到刚刚珍宝室大门关闭的时候，他就爬了出来，实施了盗窃。
个解决了他进入密室的办法，但是他又是怎么从这儿出去的？这个地方是珍宝市唯一一个与外界相连的通风口，窃贼就是从这里爬到了通风口，然后脱身的。好吧，就算这是唯一的出口，但是请你目测一下，这个通风口非常小，就算他是个侏儒，也没有办法从这么小的一个窟窿里钻出去。我看过一种表演。我想那个小侏儒就是练过这种功夫的。不会吧，探长哥，你就没有看过这种表演吗？谁说我没看过？8岁那年，我真是太同情你了。你的推断现在也只算成立了一半。就算一个人可以从这里钻出去，但是宝物他怎么能带出去呢？何以见得？在5件镇馆之宝当中，有一对元青花大褂，直径40厘米。请问一个直径40厘米的大褂，怎么从直径20厘米的通风口送出去呢？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！不要忘了，孔雀眼当年犯下的大案，不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吗？可它不还是确确实实的发生了？我们应该站在罪犯的角度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他们是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。等等，我想到一种可能性，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可能的可能性。你先别着急否定自己，我们可以找人好好的询问一下。谁？展超，让你控制的那些人都控制好了吗？除了没有找到那个英国佬，其他人都集中在馆长办公室。走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。杨先生，您看一下。各位全都在啊。检察官，包先生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当然有。根据罪犯在现场留下的疑点，我们初步的判断，这起国宝盗窃案的罪犯是一个侏儒。他昨天就藏在那个英国皇室的立式大摆钟里。当那个珍宝室的大门被你关闭的时候，他就从那个大摆钟里面跑了出来，然后盗窃了所有的国宝，再从那个唯一的排风口把那些国宝给运了出去。怎么可能呢？那对青花大褂怎么可能穿过通风口呢？就是啊，这没发现就没发现，干嘛编一套天方夜谭来为你们的无能开脱呢？你来。其实这件看似绝对不可能的问题，也非常非常的简单。40厘米直径的大褂当然无法穿过直径20厘米的通风口，但是如果把它砸成碎片的话，不就可以带出去了吗？这不可能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把国宝砸碎，还偷个什么劲儿？是啊，这完全不可能，哪会有这样的贼呢？当所有的不可能全部被排除在外的时候，只留下一种情况，那么这种不可能就变成了唯一的真相。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可能！盗贼分明是来盗窃国宝的，哪有故意把国宝砸碎的道理啊？对啊，这种情况连1/1000的可能性都没有。天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情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就像人类一样，几百年前谁会料到我们今天会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上飞呢？没准再过几百年之后，我们就会在月球上生活。哎，老赵，别扯远了。现在大家就想知道，你对这种离奇的假设如何解释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应该请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，应该更有说服力。我？
这从何说起啊？我现在也是摸不着头脑啊。没关系，那么我就再抛砖引玉一下。其实，在德城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，就是今天在珍宝室里失窃的所有国宝，全部都是赝品。赝品？怎么可能呢？对啊，你的这套说法也太离谱了吧？这些国宝怎么可能是赝品呢？这些国宝都是经过我的老师，会同国内最权威的专家一同鉴定，绝对不可能出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没有绝对的事情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老师和国内权威的专家都看走眼了吗？季老从事文物鉴定工作50余载，这点把握还是有的吧？是啊，比如那件汝窑莲花温碗，就是出土文物啊，还是我亲手挖掘的呢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我并不质疑这些国宝的真实性，他们在进入德城博物馆的时候，确实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。可是，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们已经被陆续的调包过，调包了？这简直不可能啊！这也太荒谬了，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。真相往往都是没有办法面对的，因为这些赝品实在做得太逼真了，没有火眼金睛的话，根本就辨别不出来。可是季老，您是古玩界的专家，以季老这样的眼光，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些国宝的真实感呢？可是您为什么会对这些东西保持沉默？道长，你是在对我老师进行污蔑。既然您自己不愿意说，那么我就只能替您说。您是古玩界的主流，但是您却有一个难言之隐，就是你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。我这个茶你可喝不了。您这好像是药茶呀？哦，您这里边还有茴香和洋甘菊啊。您的视力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，只能靠这样的方法来维持。可是碍于情面，您又不能向外界透露。是啊，你说的不错。医生说我现在的视力已经到了半失明的状态。您视力的问题，却给那些罪犯打开了一扇门，他们就有机可乘了。可这些国宝每个月都要做定期维护，一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其实这次国宝失窃案，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样惊天动地、惹人注目，它的一切是在漫长的过程当中悄无声息地秘密进行的。从3个月前？不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1年前。1年前，事情的开始要从1年前的李浩失踪案说起。李浩作为季老的得意门生，完全有能力看出赝品的破绽，所以他也就成了罪犯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由于乌盆案的告破，李浩1年前遭到谋杀，并被扔进小窑厂焚尸灭迹的情况已经得到了证实。而赵化一伙人杀害李浩的目的，就是害怕此后的调包计划被眼力非凡的李浩看出破绽，所以必须先扫清这个账。季老近乎失明，李浩又惨遭谋杀，所以在博物馆里面就没有人可以识破罪犯的诡计了。所以那些罪犯就可以大胆放心地实施他们的计划。等等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个人？就算李浩不在了，不是还有杨先生？我相信，他也能看出赝品的破绽。你这回说到点儿上了，杨先生。那么就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没看出来那些国宝被调包了呢？这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
老师，我真的没有看出这些国宝有什么不对啊。吃鉴宝这碗饭，也难免会有打眼的时候，所以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是吧，杨先生？他不是打眼，而是调包的人就是他。包老弟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呀。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偌大一个博物馆，除了你可以接近那些国宝进行调包，还有谁呢？博物馆的安保措施这么严密，我哪有机会去调包啊？常言说得好，百密必有一疏。你唯一的机会，也是最好的机会，就是给那些国宝进行保养的时候。越说越可笑了。检察官，你懂不懂博物馆的安保规定？每当在给国宝保养的时候，都是会有4名保安进行押送。每当我保养完成之后，也是由这4名保安再押送回去。当我出入工作室的时候，也是经过严格的搜查，根本就不可能带走任何的东西。对呀，有保安在现场严密监视，杨用怎么可能有机会做出调包的勾当？机会是被创造出来的。大家一定还记得前天晚上，还有刚刚那次停电，那就是像头发一样细小的机会。虽然博物馆配备有自己的发电机，但是恢复供电需要1分钟时间，而这1分钟足以让杨用把真品替换掉。等保养工作完成后，杨用又装模作样把假国宝放回了保险箱。最近几个月，收拾垃圾的保安一直都是刘晓，所以刘晓就成为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。刘晓负责把带有记号的垃圾袋放到博物馆后面。大约在晚上10点钟左右，孙大民的出租车会开到这里，悄悄地把垃圾袋拎走。孙大民再驱车把他送到一个12分钟车程之外的地方。那到底送去哪儿？傻瓜，这还用问吗？送到赵化的古玩店去了。实际上，今天我已经乘出租车进行了一次往返实验，从博物馆到赵化的古玩店刚好是12分钟，跟孙大民的出车记录完全吻合。至此，一个国宝调包的行动就呈现在大家的眼前，而刘晓、孙大民、赵化还有杨用，就是这个行动链条上不可或缺的4个人。杨老师，你对我这个解释还满意吗？从头到尾都是你的推测，毫无证据。作为一个检察官，我最重视的就是证据。老王，在。把你手里的这些资料给大家发着看一下。好。根据我的推测，第一次失窃国宝应该是在前2个月的25号，而根据孙大民的出车记录、供电局的停电记录，
还有刘晓当班记录和杨用的文物修复记录，都是在这个日子里出现了第一次的重合。你先不用着急反驳，你一定会说这是一个巧合。但是我问你，为什么会在上个月的15号、25号和本月的15号，这离奇的巧合又出现了3次？我知道，就是每一次巧合对应的，就是一次调包行动。聪明。所以这样算下来，调包行动一共发生了4次。可是，恰恰就在本月15号这次调包行动当中，却出现了岔子。一个本应该在那个垃圾袋里的国宝，却不见了。这件国宝在传递的过程中被某个人偷走了，所以幕后黑手才会对赵化、孙大民、刘晓逐一追杀。而真正偷走这件国宝的人，正是刘晓。刘晓这么做，是因为对方贿赂他的那点钱，不足以满足他结婚买房的愿望。所以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下，他决定铤而走险，去偷窃其中一件国宝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幕后的这个组织非常的可怕，而且凶残。当他听说赵化还有孙大民都已经相继死亡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要是再不跑的话，他也会没命的。根据记录显示，本月15号养护的国宝应该是汝窑莲花温碗这件国宝，所以刘晓拿走的也一定是这件宝物，而根本不是什么玉如意。至于玉如意的失窃案件，只是罪犯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，让大家觉得是因为他们争夺那个玉如意而发生了内讧，不会去想那5件镇馆国宝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，假的毕竟真不了。玉如意被盗报案的时间晚于赵化被杀的时间，于是，这就给我们警方留下了疑点。不错，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认定，玉如意的盗窃案没有那么简单。调包行动一共进行了4次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晋侯方尊，还有一对元青花大罐和汝窑莲花温碗，全部已经被调包了。而就在前天晚上，最后一件国宝翠玉白菜也已经被调包出了博物馆，而执行任务的应该是一位刚刚被贿赂的保安。说了这么半天，我还是没有听到你所说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伪造了赝品，进行了调包。本来是很有机会证明的，可是，季老，您还记得市府的沈老来到这里跟您见面的事情吗？记得。那您说说他来的目的吧。他是来说服我，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碳14检测法，要对馆内的藏品进行一次断代的检测。沈老啊，您这已经是3顾茅庐了。看来，这个碳14检测法，我是非得试试不可了。季老啊，您这个脑子也该是换换了。国外的考古界早都用上科技手段了，可您呢，还是老一套，望闻问切，太落后了。是啊，老师，咱们虽说是研究古董的，但是也要接受新鲜事物才对。好，杨勇啊，你去准备一下，下周就为全馆的藏品做一次检测。好的，老师。好啊。今天一定要搞定。没问题，放心吧你。这钱给你的，活要干得漂亮。好。做贼者必在唏嘘。珍宝室里的国宝已经被调包了大半，一旦实施检测，必定会露馅。所以你们不惜制造假车祸，杀害人。精彩啊，太精彩了！包甲长官，我特别佩服你丰富的想象力。我认为你现在完全可以去当一个蹩脚的3流推理小说家了。但是，
你费了半天口舌，拿出真凭实据了吗？你想看真凭实据吗？好啊，老王，哎，来了。这算什么真凭实据啊？不要小看这只乌盆，这是本案最有力的证据。可这只乌盆，除了发现李浩的金牙之外，还能有什么用？其实我一直都怀疑，老窑工烧制这只乌盆的时候，一定是另有玄机的。可是我非常可恨，迟迟没有参透这只乌盆中的奥秘。直到今天早上，我才突然发现，这只乌盆竟然是指证杀害李浩凶手的重要证物。展超，把灯关了。好。现在就是见证真相浮出的时刻。有字，这上面的字是老窑工用特殊的染料写成的，上面记录着去年的某个时间，他偶然看到的一切。去年末晚11点，我在窑厂亲见3人。他们将窑炉内抛尸，领头者为窑厂老板赵化，另一人身着警察制服，从未见过。还有一人正是市立博物馆鉴定专家杨用。杨用啊，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果然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没错，你们的计划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破绽。哎呀，你亲手杀死了李浩，你啊！没错，我也是别无选择呀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别无选择？你们可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呀！亲兄弟也要明算账。好一个亲兄弟明算账！发明这句话的人，应该忘了还有另外一句话：黄金有价，情义无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比利益更值得珍惜的东西。杨先生，那些赝品也是出自你手吧？没错，是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制作完成的，而且我还把所有的赝品放在木土里埋了半年。真是计划得非常周密。可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最终你们还是落入了法网。等一下，老窑工在乌盆上记录的凶手有3个人，现在赵化、杨用的身份已经确定。那么，那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又是谁？要玩命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1年前在警校。我没说是你啊，我只是让你推测一下。拜托你别问我，我发现你问谁谁就倒霉，所以那好吧，我就告诉大家吧，那个凶手就是他。检察官，您可别乱开玩笑，我的心理素质还不如展超呢。你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好，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。那个老窑工为什么不敢公开身份跟警察单独接触？为什么当我盘问他的时候，他又突然间变卦了，不敢说出乌盆的真相？现在我想通了，因为他知道3个凶手当中有1个人是警察，
而那个人，当时正好就在我身后。你们还是走吧，走吧。原来是你，我也想起来了。那次你负责保护琳琳的时候，说发现琳琳偷藏了东西，结果却让巨魔抢先了一步。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就你我2个人，而且在当时你就已经擅离职守了一次。好，不说了，我呢下去看看咱们换班的情况啊。哎，好嘞。还有今天早上，如果不是你突然抢枪，刘晓也不会坠楼惨死。就连你进入 DBI 的时间，也与这起案件的起始时间重合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对，没错，是我。不要动！不要逼我！大刘！大刘！大刘！没想到我平眼失误，最终却落得个有眼无珠，连身边的人都识不清。我真是无用啊！季老，事已至此，你也就无需再自责了。包大哥，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国宝都已经被调包了，这帮家伙应该见好就收才对啊，干嘛还大费周章在今天演这出盗窃案呢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哼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我们的对手是孔雀眼。这个组织要么不做，要做，就做得惊天动地。这些赝品的确是一文不值，但这5件镇馆之宝，如果不被公开盗窃的话，就不会获得2个亿的巨额赔偿金。孔雀眼但凡不做，一旦出手，就会将所有作案目标的价值榨得一干二净。的确，这是他们一贯的风格：嗜血、好杀、贪得无厌。季老，这个保险赔偿的受益人一定不是您吧？哎，不是我。本想还能有一丝遮羞布，以保全最后的体面。如今祸起萧墙，也没有必要再遮掩了。其实最近几年，博物馆因为入不敷出，已经把大部分的股份转让给欧亚文化基金会了。基金会？嗯。整个基金会都是个骗局，什么古董钟展览，什么转让股份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孔雀眼背后的阴谋。梅森也没利用价值了，也被干掉了。仔细搜查，把证据带走，请胡法医来验尸。是。